新加坡开埠以来，岁月匆匆，许多历史没来得及好好记录下来，所幸民间不乏有心人，默默拾起时光遗落的老物件。侨批、侨绘对年轻一代的华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对当年下南洋打拼的华侨而言，却意义深远。侨指的是华侨，批源自福建话批，意思是信，侨批就是华侨的信物，一般是附带家书或简短留言的汇款，有时也会附带物品。侨批上的一笔一画，不只是家常琐事的记录，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情感。侨批让分隔两地的亲人得以互通音讯，维系感情。从开埠时期，新加坡一直秉持着拼搏的精神，即使在现今外籍劳工的身上，也能看到先驱华侨的影子。同样的思乡情切，同样的辛勤劳动，在不同时代书写着相似的奋斗故事。建筑设计师林慧茹从小热爱书法，平时会利用闲暇时间为人写字送福。他也常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书写作品以及背后的感悟与故事。今天，我们就跟着慧茹一起走进历史，聆听侨批里的种种故事。大智如悟，别晓佛于一年，时深念念，此为起居空间，家中安好。这是一封收藏在新加坡晋江会馆的家书，读信的是张文进，1974年加入晋江会馆的老会员，现任互助部委员。他的父亲是在30年代下南洋，当时是一名苦力。这封家书就像当年父亲寄回乡下的侨批，是连接家乡和异乡的情感纽带。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不断，百姓生活艰难，许多华人为了生计，只能漂洋过海来到南洋谋生。当时的马来亚经济蓬勃发展，为了填补劳力空缺，英国殖民政府鼓励中国移民南来。华侨远渡重洋，初来乍到，会借由侨批向家人报平安。等工作稳定之后，也会通过侨批寄钱回乡。文静说，您父亲是几时来新加坡的呢？我的爸爸是28岁的时候，1938年第一次到新加坡来，是，多数是从厦门港下南洋，多数是坐那种载货跟载客的轮船。当时住在乡亲的工友宿舍。就是古力根，他们就会帮忙他们介绍工作啊。先来的他们从事哪一个行业，后来的也就是从事那个行业。有些在建筑的行业，有些在造木船的行业。有了固定的工作以后，有收入以后，他们都是很节俭的就省下钱，就会把钱汇到家乡的亲人那边。后来，当我1957年，我跟母亲跟我弟弟下南洋，也是住在那边。那时候的晋江人在新加坡有56间古力根，古力根就是每一个乡每一个村，他们自己就合在一起，就租了个地方住。他们可能那个时候跟家乡的人来往的时候，他们有很多人就把信寄到会馆来。那时候的晋江会馆的角色就是一个我们乡亲之间的好像一个联络站。新加坡晋江会馆自1918年成立以来，至今已超过100年历史。馆内的文史资料由常务委员彭丽儿负责整理。
这些宝贵的家书和汇款凭证，都是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的晋江人捐赠给会馆的。桌子上的这些侨批啊，都是乡亲那边来的，有些是老人家自己拿来，有些是他们的儿孙拿来的。这些信，你看有些很破破烂烂，已经很旧了，不识宝的人会把它当垃圾，就把它丢掉了，那你就完了。那么所以他们那些人就觉得，哎，我捐给会馆，至少会馆还会跟我整理，还会跟我保留下来。我们收的侨批里面，我最早的应该是20-30年代，所以你从不同的年代，你就会看到那个时代背景哦。所以战前的侨批就是那个时候下南洋来新加坡这里工作的，你看他们写的信里面的内容哦，大多数就是盖房子啦，给孩子读书啦，就是怎么安顿家里的这个内容啊。他们会对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提出明确的指示，甚至有时候会明确的列出汇款的分配。一切并抽50元交干江乌梅姐，20元交翁婶，20元交于之岳父，10元交阴母，亲母啊，亲母也是岳母，所以好像就是家里每一个人他都会分，每个人就10元、20元、10元、20元。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照顾家里的每一个人。然后他这边又写到说，那个时候他的存款其实不是很多，所以你看他自己这边省吃俭用，就把钱寄回去，你可以感觉到他们的那种兄弟之情哦。从这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就像我们自己写信给家里的人一样哦，就是里面家里的一个可能会发生的各种酸甜苦辣的事情，都能在这些故事里面找得到。亦是小儿之意，不爱再求学，若是此意，作其谋生路，免得将日游荡。所以这里他写给他的太太，他有问一个就是他的儿子哦，他发现他的儿子最近好像没有入学，但是他也没责备他。他说他要没有意识读书的话，那就要自己去谋一个生路。所以我就觉得他的这个父亲的这个想法非常正面的。有时候他们在这边的工作不顺的时候，他们会瞒着家人，他们不要直接告诉家人，免得他们担心嘛。外地健体出安屋戒，也就叫他的太太不要担心啊，他的身体还很好，这样可能有一种报喜不报忧的那种情怀啊。在漫长的岁月中，随着时代演变和社会变迁，侨批封的设计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侨批封的设计也留下了年代的痕迹。1920年代后，就出现所谓的山水风，批封上印有山水、花、鸟、虫等寓意吉祥的图案。到了20世纪中期，不少民信局开始印制自家专用的批封，寄件人只要填写内容就可以了。到了近代，航空信件逐渐普及，这些信封的特征就是航空的标志以及红蓝相间的边框，方便邮局工作人员分类和辨识。1980年，它里面有写的，然后是我妈妈住的地址，而且邮票都是英女王的头啦。对，都是香港的。母親，目前接這長打來長途電話，抱及父親去世之事。當時我心裏非常難過。这是本地作家于宁的姐姐写给母亲的信，他们母女分别了整整28年，这是唯一一封通信。信里安慰母亲，并表达要依照传统守孝的心意。后来，于宁将信中复杂真挚的情感写进了自己的文章和诗里。这是一封信，里面对父亲、母亲的渴望和思念，还好没有把它丢掉。对，就是这样子。信中饱含的浓浓亲情，深深触动了于宁。他开始与分散世界各地的远亲通信，并保持联系。这些信件成了他珍贵的情感收藏。
可能因为这个信就联系了很多东西，就你可以看到这些信里面其实有来自乡下中国我们的故居的，有香港的，有美国的。这种比较现代的信件呢，从广义的文化定义上来说，它算是侨批文化的一种延续，因为它同样承载着这种联络亲情的感情，以及华人的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我觉得它还算是一种现代对于这种传统文化的一种重新诠释。我在我的书里面写过信这个字，我父亲的名字就是信，他的名字叫钟信。那他也曾经在牛车水摆过摊，写过信，因为他懂一点字，然后也写过对联，过年的时候。那他那时候做写信佬的时候是帮谁写信呢？然后写的是乡亲啊，和牛车水那一带的因为以前的人大多数都是文盲，所以有时就找他们讲的，有些是乡下话，都是找回自己的人，然后写信那收一点小钱呢。写信其实也赚得不多了，那只有出卖劳力了。民俗收藏家陈来华是本地第3代华人，他的收藏十分广泛，如华侨乘船南下时所用的行李箱、检疫证、护照等移民史相关物品，这当中自然也少不了侨批。有一天，我的阿嬷就牵过我的手，来，咱能去寄批。我家记到都有一个老人会使个人写批，因人个用毛笔用中文来写。我阿嬷都甲讲有人伫新加坡你人免挂心。我就问奶奶啦，寄批去倒倒？伊讲寄批长山，咱人的金门，也就是这样呢，我才知道我是金门移民的后裔。早期的华侨出外谋生，汇款和寄家书回家是必然的，但当时并没有官方的汇款渠道，于是民信业就应运而生。当时的民信局多数按籍贯划分，例如潮州帮的在河城尾记，广东帮的渔人生，海南帮则集中在海南2街开设信局，三圣信局是其中之一，也是新加坡最后几间到了90年代才停业的民信局。陈来华的侨批收藏中就包括各个方言群所运营的民信局和汇庄的汇款凭证。早期在牛车水这一带呢，很多的金店呢是由广东人开的。移民时代要寄钱问候家乡呢，他们也代收这个侨批。天成金铺、广利宣记的金铺，还有一间就是隆昌金铺。特别的是那个宜人生早期就是在牛车水那一边汇款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块生意尤其是在1920年代的时候呢，渔人生是东南亚一带呢最大的汇款代理商。随着时代更迭，进入90年代后，多数汇庄逐渐被邮局和银行取代。像渔人生这样的中药行老字号，也不再经营汇兑业务，但出自这里的汇票仍留存着它作为汇庄的岁月痕迹。本地知名退休儿科医生何乃强爱好文史研究，他小时候当过安昌金铺的写信佬。安昌金铺以前是几时开始做汇兑这个服务的呢？父亲呢是在大概18、19年就买了一家要结束营业的一个，应该是潮州人买的他的那个执照，我们买的是叫信通信局。信局那个是应该是潮州话还是福建话？信局
一个局。但是以后呢，我们的招牌是安昌金铺会庄。会庄。那个时候是我读中学嘛，放了学就回到去店里，我去店里帮父亲的忙。父亲就叫我帮他收钱了。收钱。那么我就帮收完之后呢，那个时候的那些没有结婚的阿妈姐了，阿妈姐他们说要写几个字了，回去中国的嘛，我就替他写了。写了之后，我就知道中国的很多地方了，所以通过广东顺德番禺山还有新会那些地方就很熟的，你知道吗？这样下去了，他们就慢慢我取得他们心了。是，所以他们有时候来的时候呢，看到全会了，細路還沒到，那个小孩子在不在？找你。細路小孩子小孩。那么細路幫我寫封信，那么写完了之后就给他聽，那么呢就好像就連這個信封給他，給他去拿回去寄的。后来久而久之也熟了，哎呀，我放在这边，你跟我贴邮票收，他连邮票也省了。那侨批通常都是比较短嘛，他的那个信。有一些觉得我每个月都来了，我就不用写太多的东西。不过有些我也曾经跟顾客写侨批2、3页的，不奇怪的。直到80年代末，在现任董事何乃群的带领下，安昌依然提供这项服务。然后这边你看到单店面呢，应该是在1972年，你看那个时候的生意非常的兴旺。然后我们的汇兑呢，其实就是在最里面没有放招牌，但是就在里面从事这个汇兑服务。我小的时候大概是1960到70年代，我记得我放学回来吃了晚饭以后。没有去外面溜达的话，就是下楼看一下，就有一些进来马来西亚工作的一些劳工也好啦，他们是从事各行各业也好，来这边汇钱。通常汇钱的那个价目大概是在100、200左右，所以你看到这个简单的，上面就写了我们进账多少，然后那个用金多少。他的这个记录好。跟现在记录的方法不一样。对，以前我们都用苏州码。苏州码。当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我在80年代初期进来的时候，我还是会用这个苏州码的。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要学习。苏州码又称作花码，是阿拉伯数字尚未普及前华人民间使用的商业数字，主要是用于编号以及标明汇款的数额。如今就只有老一辈的华人还认得这个数字系统。你在做汇兑的时候，那时还有其他和你一起做汇兑的同事吗？有的，那个时候有一位白国人，然后白国人呢是在1976年加入安昌，然后他也负责这个汇兑的服务。当年我们的柜台就在这边，所以人家来做汇兑的时候，他们要给你一些什么东西？他们一走进来讲他要寄钱，然后他会给我一张字条，我就要开抽屉拿我的簿子出来，然后我就帮他写哦，写他的名字，然后寄给什么人，还有他的地址，然后我就撕出来那个收据就给他哦。所以你要给他一个收据，像一个证明这样。对，原来是这样。谢谢你，谢谢你，白先生。谢谢你帮忙，谢谢你的时间，谢谢你。随着新加坡建国独立，落地生根的华侨华人和中国故乡的联系逐渐减少，书信和汇款的需求也随之淡去。民系局失去了这种它最根本的社会基础，因此才会慢慢的消失在我们的社会之中。我们的国家一独立了以后，我们已经脱离了华侨的身份，侨批是属于华侨身份的那个时代的文化遗产。当我们收到我父亲从南洋汇款回去，那个心情真的是激动万分啊！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些我们闽南话叫
崩溃，所以我们会跟着看看啊，假如我的爸爸有寄来我们就真的心情很好，所以会一直都是很期待，很期待收到这个侨批，对，很期待收到侨批。这样的信其实是好像一个鸽子这样，它传达了很多讯息。我们在读信的时候飘到眼睛里面，这个比较文艺的一种温暖，暖了你的全身，让你的一生觉得你不会孤独。一张张看似普通的侨批，是前人无尽的思念；纸短情长，是跨越山海的牵挂，连接着两地千人的悲欢离合。